老中医的隔空诊疗，互联网时代下的江湖骗术回潮。当美国总统拜登的 CT 影像成为某些老中医社交媒体上的营销噱头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医的复兴，而是江湖骗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借尸还魂。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之前神医拿捏京东副总裁的荒唐戏码，只不过这次主角换成了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元首。荒诞的颅部高潮与系统性话术，拜登被诊断出侵袭性前列腺癌，并已扩散到骨骼。这一消息甫一公布，立刻引发了一群老中医的颅部高潮，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意淫拜登的病情，声称能为其延年益寿。从自称持有全球有效按摩师证书的某市女科19代传人，到断言中医药有可能治好骨转移的中医肿瘤专家，这场隔空会诊的闹剧，活脱脱就是当代医疗版的皇帝的新衣。这些中医营销号正在构建一套系统性的营销话术，他们精准捕捉拜登确诊前列腺癌的热点，借势传播，虚构中医科学院老领导的诊疗案例，并利用博导研究院等机构名号来增强可信度。这种权威人设加时事热点加伪科学案例的三段式结构，在社交平台已经形成标准化的生产流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北京市劳动局颁发的英文按摩师证书与美国中草药食品管理的魔幻组合下，我们见识到了中医江湖派的终极形态，一个将《黄帝内经》与地摊保健品思维无缝衔接的缝合怪。那位神秘老领导的离奇案例，既无病例档案，又无科学验证，却成了论证中医碾压西医的孤证，完美演绎了幸存者偏差的现代吹牛预言。当《本草纲目》对抗 PET-CT 影像，伪科学的危险误导，现代肿瘤医学历经100年发展，建立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之上，是一个严谨的诊疗体系。然而，某些老中医却仍在用《本草纲目》的修辞技巧对抗 PET-CT 影像。国际医学界早已用5年生存率、无进展生存期等量化指标评估疗效，而这些老中医们却还执着于带癌生存很久、减轻痛苦等无法证伪的话术，甚至将患者死亡归咎于不该接受现代治疗，其逻辑之荒谬，令人啧舌。从2003年非典期间8味中药可防 SARS， 到如今跨境治疗美国总统癌症，这些老中医们始终保持着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迷之热情，借势营销，将传统医学降格为玄学表演。这类言论正在社交平台催生新型医疗骗局，已经有相当多的肿瘤患者曾受中医治愈癌症的宣传误导，因此延误了规范治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值得强调的是，局限性前列腺癌5年生存率本身可达 98%， 但骨转移后5年生存率为 49.8%， 中位生存时间为 48.5 个月。所谓中医药治骨转移，明显违背 NCCN 肿瘤临床实践指南，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建议，传统医学不能替代规范癌症治疗。沉迷于虚构中医拯救美国总统的东方主义想象，除了满足一时的口舌之快，与真正的医学进步毫无益处。真正的医学进步依靠的是实验室数据，而非微博话题，是双盲试验，而非传奇故事。现代抗癌的史诗与伪科学的落伍，抗癌药物发展史是一部现代医学与分子生物学协同突破的史诗，与中医体系没有任何理论或实践关联。从上世纪40年代化疗的无差别杀伤，到90年代靶向治疗的精准打击，再到21世纪10年代免疫治疗的唤醒人体防御系统，以及未来多组学筛选、人工智能赋能、液态活检普及等新型药物技术，每一步进展都建立在对癌症分子机制的深度解析之上。2024年，全球在研抗癌药物超过2100种，聚焦于 CRISPR 筛选技术加速合成致死靶点发现， AlphaFold 预测药物靶点相互作用， Cord DNA 检测实现早筛与耐药监测等前沿领域。现代抗癌药物发展始终遵循循证医学原则，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与中医理论体系存在本质区别。从基因测序到细胞工程，每一次突破
都建立在对癌症分子机制的深度解析之上。这正是现代医学对抗重病之王的核心竞争力。面对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和严谨求证，那些企图通过营销和伪科学来混淆视听的老中医们，真的该收敛一下，别再丢人现眼了。科学的进步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倒退和蒙蔽。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